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蒜末炒包菜、清炒包菜。鲍鱼酱、盐和味精。如果你有蚝油，就不需要鲍鱼酱，反之亦然。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姜、红萝卜、包菜、豆腐皮、蚝油。首先在水中加入一点盐，然后再切包菜。如果是对于小家庭来说，您不必一次用完所有的包菜。我们在切高丽菜的时候，会把中间的部分给切掉，因为高丽菜这中间的部分很硬。首先切白菜，冲洗一下，然后准备做饭。如果你把包菜中间的部分留在里面，当它完全煮熟时，其余的叶子就会煮过头，并且呈现糊状，这样会影响菜的质地。而且去掉中间的部分会使包菜更容易煮熟，而且它的气味也很浓，不太理想。去掉中间的部分后，我就会把剩下的包菜给切掉，然后把它放到盐水中。切完包菜之后，我们再用手把浸泡在盐水中的包菜给它抓拌一下，使其能均匀地沾上盐水。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再将包菜放在流动的清水下清洗2到3次左右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放到大一点的盆中备用。所以只要把所有叶子上中间的茎去掉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把它留在里面的话，会不适合老年人咀嚼，最后不得不把菜煮过头。如果没有中间的茎，你就不用担心有这样的问题了。油温不需要太高，然后将2到3片的豆腐皮放下去炸，炸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10到20秒就好了。炸好之后将其捞出，放在盘中备用。然后我们再将胡萝卜切成薄片，将它和包菜放在一起备用。我们先把姜拿出来切成片，然后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放到盘中备用。然后放入葵花籽油，油不用太多，因为炸豆腐皮的时候也已经有油了。如果油温过高的话，就放一点冷油下去，这样大蒜和生姜就不会烧焦。我们把姜和蒜末炒至金黄色，就可以加入包菜与胡萝卜了。大约2到3片就足够了。大约2瓣的蒜末。现在我要添加热水，记住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热水。如果使用冷水，整个烹饪的过程就会变慢，热水有助于缩短烹饪时间。然后再次的翻炒，不停的翻炒，使其翻炒均匀。我们将包菜与胡萝卜倒入锅中后，开大火翻炒，不停的翻炒，使其翻炒均匀。我们加入半茶匙的盐，1汤匙的鲍鱼酱。现在我们添加不到半茶匙的味精，我们还需要半茶匙的糖来平衡鲍鱼的味道。如果您现在想要更浓烈的味道，请随意添加更多的酱汁和调味料。现在盖上锅盖焖2分钟。这里豆腐皮我是有提前炸了一些，如果想要吃多一点的话，也可以炸得多一些。2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现在我要来添加炸豆腐皮。如果太多就不要全部加入，如果看起来太干的话，就加入一点热水。我们不希望菜太干。如果你希望里面有更多的豆腐皮，你可以添加更多。然后我们再次将包菜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过后，而且材料很容易在菜市场找得到，只需要包菜、豆腐皮、姜、
蒜，就可以制作出一道美味又好吃又开胃的青草包菜了。然后再是翻炒，翻炒过后就可以胜出啦，一道美味又好吃的青草包菜就这样做好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